专国家组织要开会了，但是怎么中国也不来，俄罗斯也来不了呢？到底是为什么？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金砖峰会。为什么两位关键人物都不到呢？金砖组织啊，其实呢是中俄发起的一个这个组织嘛。那当然，这个组织呢，我们看到了近来哇，可以说呢是这个不断的增加它的成员，而且重要性呢是越来越够分量。好，那有人讲金砖组织应该是中国的主场。因为呢，在这个组织当中，最有分量、最具话语权，当然就是中国。南方国家大家联合起来，保存大家这个开发中国家，而且呢，就是跟西方的一个国家以外的这些南方国家、开发中国家、新兴市场，大家手牵手、心连心，我们一起呢要来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组织嘛。那所以呢，中国的主场啊，结果今年居然习近平不出席耶。好，那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普丁也不去？但普丁不去，你就可以理解。普丁呢，这个俄乌战争啊还没有打完，而且普丁他本人啊，他现在可是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发布了逮捕令，说他啊这个犯下了战争罪。他跟纳坦雅胡两个人都不能随便出国的。那你说纳坦雅胡去美国？哎呀，因为美国呢不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会员国。巴西是，所以呢，这个普丁要去巴西之前就很担心啊，他其实想去的，但是呢，他就等巴西政府给他一句话，你给我一句话说，我真的去了，你就是确定不会逮捕我，这样我才敢去嘛，对吧？结果呢，巴西政府说，我们非常有诚意的邀请你来。但是哦，这个巴西就说这个司法独立，我们那个司法机构他会不会发那个什么逮捕令，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保证。那你这样讲，普丁敢去吗？不敢嘛，不然的话，到时候风风光光的这个专机一降落在巴西土地上，你把我上手铐，那我这是多没面子掉漆嘛。所以呢，这个普丁也不去了哦。那中国也不去，那中国派了人去，国务院的总理派了李强过去。好，但是呢，这个金砖峰会通常大家看到过去每一年的金砖峰会，这个中国领袖一定要出席的嘛，这是一个领袖峰会，它的高度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一字排开，有没有？就是全部都是金砖国家哇，每一个国家领袖哇，这是无限风光。结果这回呢，居然身为主场、身为老大的中国就没到了，大家就一直在问为什么。好，那当然啦，一定会有官方说法。官方说法说，哎呀，是因为这个行程啊，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个行程搭到了，这个冲突到了，所以没办法去。再来呢是在过去1年当中，已经2次都见到了这个巴西的总统鲁拉了。哎呀，我们见面的这么频繁，那就不用再去巴西了嘛。今年主办国是巴西，就不用去了。好，那这个是今年的官方理由。好，但是没有说的理由，哎呀，我们待会告诉大家。好，应该是跟印度有关。这个印度呢，今年哇，这个大张旗鼓去，而且呢，他不仅仅是到巴西去参加这个领袖峰会，他甚至呢还说，那我就顺道到巴西国事访问。所以呢，他要国事访问，那个巴西就会出动这个不一样的规格嘛。你是这个要国事访问，就会有一个1对1。这样的一个这个峰会了，对不对？巴西总统鲁拉，然后跟印度的莫迪两个人就会有这样的峰会。那这个中国就是我不是国事访问啊，我们这个常常来啊，所以这回如果不是国事访问，哎呀，那我去了，你不一样规格，那我是不是有一点沦为配角，不太开心？好，那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哎呀，这个中国可能这回就没有到。好，不过呢，其实啊，这个巴西自己啊，在这一次当中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呦，金砖峰会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样的受到关注，这是跟巴西本身有关系。巴西总统鲁拉他就是一个蛮争议性的人哦。这个过去哦，在这个世界，你如果要分2级，就是你知道这个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这样分的话，巴西通常会被分到那个西方国家那个地方去哦。那所以呢，这个巴西内部啊，其实他们心里头都还有那种感觉，觉得我应该是西方国家吧，我应该是那个阵营吧。那鲁拉呢，他就不是。鲁拉呢，他其实呢是比较这个反美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呢，就说了这个反美的心态呢，好像呢就让他在国内
他的国内支持度其实并不高的哦，而且他之前呢还跟贪腐画上等号，他还因为贪污被抓进牢里关了1年多。好，那于是乎呢，现在这个鲁拉争议性非常大。但是啊，你说他非常希望中国来参加这个巴西的一个这个金砖峰会嘛，结果呢他又没办法请到这个习近平。那为什么呢？其实呢他对中国啊这个也是这个私下小动作不断啊。他先是说啊这个巴西的这个驴啊要灭绝了，那你说这个巴西的驴跟中国什么关系？哦，中国的阿胶，哎呀，这个是用驴皮做的。那其中呢，就跟巴西买了很多驴，你知道快要把这个巴西的驴吃到绝种。好，因为呢，巴西的驴啊很多他们曾经啊就是做了一个统计啊，在1990年到2024年的一个统计，1990年那个时候的巴西的驴大概有137万头，到了2024年，你知道剩下多少吗？剩下8万头不到。所以呢，快要被吃光了。所以呢，他们就很担心，中国如果要继续来买驴的话怎么办？我们的驴，对。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啊，这个巴西已经开始说，民间有声浪说不要再卖给中国驴了。这个就莫名其妙，因为驴的事情啊，两个国家闹得不太愉快。好，那另外呢，你还看到了这个盘条，就条纲。好，这个盘条就是个圆纲。那这个纲呢，现在呢，这个巴西说我要对中国要发起反倾销的调查，因为你卖太多纲到我这个地方来了，哎呀，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计啊，等等等。所以呢，你看到了，其实这个巴西现在啊，好像内部上，对中国的一个态度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总统有总统的态度，总统的是扒上去，但是呢，在这个巴西内部呢，还是有一些个别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啊，在跟中国是有一些摩擦的。好，那当然这是巴西个人问题，但是呢，今年的一个金砖会议，你说要谈什么样高大上的问题，谈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吗？好像也没有。那于是呢，你看看这个中国这个可能习近平主席就觉得，那我去好像没多大意义，谈不出一朵花来嘛，谈不出一个共识。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没共识？说不定我们去了见面3分情，我们就谈妥啦，那就不可能嘛。因为其实像国际间这种重要的会议啊，通常都会有一个会前会，那这个会前会呢，其实在今年的4月份已经开了，就是一个外长会议。这个外长会议当中啊，这个当然就是所有的这个要参与国的外长先来谈一谈，然后到时候呢，这个领袖峰会的时候，我们就行礼如仪，大家哈哈哈吃个饭，然后就签约嘛，通常是这样。好，那这个呢，会前会外长会议当中呢，就什么都没谈定，因为呢，这个中国就说了，我希望啊，这个我们来谈一个啊，写一个说这个我们反对美国的这个关税霸权，然后呢，印度就说不要，我不同意。好，所以呢就谈崩了，好，谈崩了，反正外长会议也没有什么成果，也没有什么结论。那于是呢，可能中国也觉得那好像也没什么必要去嘛，反正就也不会有什么样必须要这个有一个国家领袖在那个地方，大家一起的一个联合声明，没有。那就也不用去嘛。那但是其实啊，金砖组织发展到现在，国家越来越多，然后呢，伙伴国家越来越多，所以呢，就跟当初那个金砖组织有一点不太一样。你知道这个人多啊，嘴杂啊，麻烦，而且啊，在这么多国家当中啊，还有点搅屎棍的意味在。所以你看到当初最早的时候，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一起，然后他们就非常确定说，哦，好，那我们就是一个南方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后来国家越来越多之后呢，这些国与国之间，新旧成员之间就开始出现一些意见不太一样的状况了哦。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组织在慢慢壮大过程当中，好像是必经之路。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变大过程，然后你要让组织成员大家要互相融合嘛，然后呢，互相的看看怎么样沟通协调，这都是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门道的哦。所以你就看看到底要怎么个谈法。那比如说呢，过去的几次金砖峰会当中都在谈去美元化，那今年呢，应该是最好谈这个议题的时机点。你看美元最近这么弱，结果今年的去美元化被淡化到几乎听不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你看到去年还在谈说要不要有金砖币，然后是在前一年，你看有没有什么本币结算，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今年都非常淡化。其实呢，就是因为组织越来越大这个人多嘴杂所以呢，你一言我一语，我不同意啦，我担心惹恼美国啦，各种，所以呢，今年的一个这个金砖会议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不被看到、比较没有结论的一个金砖会议。但你说它没有意义吗？那也不会，因为呢，你看到了总是要有一个摩擦，这个互相摩擦过程，到最后可能才会达到一个共识。不过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说，今年中国不去，很可能是因为印度去，而且非常高调
敲锣打鼓的去。好，那印度呢，其实很有意思哦。现在呢，印度在一些这个组织当中啊，它都扮演的那个跟你搅和的角色，就是跟你那个唱反调的角色，那你就觉得很妙。你加入一个组织，然后你什么都不赞成，我什么都反对，我什么都不要参加，什么都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你干嘛要参加这个组织？好，我们来看到啊，进来啊，就大家就说了，哎呀，你看这个印度在这个金砖国家组织当中，好像就有这个一点那样的意味在。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其实在今年本来4月份外长会议啊，中国希望啊这个金砖国家大家啊这个有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呢，就是写说这个美国关税霸权，那我们要这个反对美国这样的关税霸权，然后我们要创造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全球贸易，然后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更多极化的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关系。好，那希望写一个这样的联合声明。那印度就说我不要，我反对。我不同意，我不要，好，什么都不要哈。好，那于是呢，好，那就不要嘛。但是呢，其实印度啊，在这个金砖国家当中，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好，那你说，中俄之间，中印之间啊，本来就是这个有关系很紧张哦。OK， 好，中国讲的我就逢中必反。好，那你就说好，印度你就这样。但是呢，奇怪。他跟俄罗斯关系不是也不差吗？俄罗斯提的他也不要。好，你看俄罗斯去年提了说，我们要做一个金砖币，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这个金融的一个相关的在金砖国家当中流通的一个货币，这样好不好呢？我们就可以去美元化。印度也是，我不要，我反对。我讨厌，我不要，什么都不要。好，那你就觉得，那你到底要什么？你参加这个组织到底意义何在，对吧？好，那这一回呢，你看到了这个印度来了，这个巴西，那不只是跟巴西变成了一个国事访问，甚至呢，他还在巴西附近这个拉美国家又开始访问好多国家，他变成了一个这个莫迪风风光光要扩张他拉美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感觉一个很大的行程哦。那当然啦，这个印度在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当中，他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位了吧？中国也不来，俄罗斯也不来的话，那印度你感觉最具分量。不过呢，其实印度啊在扮演这个什么都反对的角色当中啊，还有一个潜力哦，就是在上合组织哦，上合组织当中也很奇妙，印度也是那个我不要。什么都不参加，讨厌，我反对，什么都不要哦。然后呢，上合组织也很妙，这也是中国、俄罗斯发起的。加上了中亚国家嘛，然后呢，但是后来啊，因为这个中国的话语权太大了，这个俄罗斯说，那我要找一个人来站在我这边，就拉了印度进来。那中国说，那我拉了我巴铁进来，拉了巴基斯坦进来。好了，那于是呢，哎呀，这个上合组织就这样子成立了。成立之后呢，印度的角色就很奇妙，一言难尽，什么都不参加，什么都反对。好，一开始说我们上合组织来联合军事演习，印度说不好意思。我不参加。好，那后来呢？哎呀，你看说，这个印度说，我那个讨厌巴基斯坦，我要写在那个上合组织的声明当中，就觉得你莫名其妙。巴基斯坦也是成员呢，你这样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后来呢，他又讲了，这个中国说我们要推动一个这个上合组织当中哦，我们互相的这个经贸合作，然后我们来本币结算，好不好？然后印度说我不要。讨厌、反对，好也不要。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中国要跟这个巴基斯坦建一个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呢也在上合组织峰会，人家也没谈到这个，他自己就提出来反对，我反对他们建中巴经济走廊。然后呢，中国跟巴基斯坦就想说，关你屁事啊，中巴经济走廊又怎么了吗？然后印度说，你会经过那个我们争议地区，那个是我的，不是巴基斯坦的，反正他就意见很多。然后呢，最近一次是后来呢，你看到了这一次呢，这个以色列、美国攻击伊朗，然后呢，这个上合组织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哎呀，我们这个谴责以色列攻击伊朗，然后印度又跳出来了说，我不关我的事哦，我没有签名哦，虽然我是上合组织成员，但我不同意，所以你就觉得从头到尾上合组织你就是同意过什么？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组织呢？不知道。好，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很奇妙。印度呢，现在感觉好像在有中国的组织当中，就扮演了那个逢中必反的角色。然后呢，这个连俄罗斯也没有什么给面子，然后你就说，哎呦。印度这样子做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就赶快阴谋论，他是不是向美国书城代表跟美国讲说，你看我就是你的马前卒，你看我在每一个组织当中，我就给他搞破坏，然后我就让中国寸步难行，让他什么事情都不能推动。
你们觉得你好棒。但是啊，印度最近真的翅膀长硬了，他连美国都敢跟他直接对抗。好，我们来看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要讨论这个美国的关税嘛，对等关税到底要给多少的一个数字嘛？那你说印度，身为刚我们讲的那一大堆，身为这个美国的同路人，他不是应该也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吗？没有，而且呢，印度居然好大的胆子，他说我要去跟 WTO 告状，我要对美国课惩罚性关税，因为呀，他给我定了一个很高的对等关税，他要对汽车呢课25%，哎呀，这个影响到我的权益啊！你就说哇，这个时候居然有人敢去 WTO 说我要对美国开征惩罚性关税，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这个莫迪应该是这个有魄力哈。好，那于是呢，大家就说了，哎呦。印度发生什么事了？这个胆子这么大，胆大包天呐！而且呢，这个美国跟印度其实正在谈他们的一个关税的一个数字哦。那这个美国当然希望你就全部开放啊，我农产品也要卖到你印度啊。印度就觉得这真的不可以。对印度来讲，农产品所有跟印度谈任何贸易协议，农产品就是一块不能碰的禁区，怎么样都不能碰。你手快要谈到农产品，你农快要讲出口，马上就闭嘴。好，那印度为什么对农产品这么样的激烈呢？印度呢，他们其实真的才是以农立国，他们大概有1半以上的人都务农，所以呢，他们这14亿人当中，大概7亿人全部都是靠农业为生。所以呢，你说啊，你要动到他们的蛋糕，不行的。4年前，印度曾经有一次要做农业改革，哇，不行，整个国家天翻地覆。执政党只差没被拉下来，所以呢，后来就摸摸鼻子，算了，不改革，就这样好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想要卖东西给这个印度，印度不要，你不行，这个不可以。农产品虽然占他们 GDP 大概只有16%，但是因为它影响的人口太多，所以呢，这个不行的。印度跟任何一个国家谈 FTA 自由贸易协议农产品也是绝对都不能碰的所以呢，这次美国企图要动它的蛋糕，所以他们的协议就谈不下去了。那现在美国呢还想要卖乙醇给印度，乙醇呢现在印度怎么用它是加到汽油里面加到汽油里，但是呢，这个印度自己也有这个乙醇的厂商，所以呢，你美国要来卖乙醇给我，这也不行，你也动到他的蛋糕，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印之间就谈不下去。那最终会怎么个谈法，我们可以继续看。但是现在这个印度感觉态度踩得蛮强硬的好，那不止这样，现在呢，美国对印度感觉也是百般忍让，因为呢，他们希望扶植印度来取代中国嘛，希望取代它的世界工厂。但是呢，我们一直讲印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是让它现在没有办法取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嘛。那我们来看，最近呢又有了一个类似的消息，就是苹果一直希望在印度生产它的 iPhone， 但是最近呢，在印度的 iPhone 工厂，大家发现，在富士康工厂，有非常多中国工人突然间搭了飞机回中国去了，然后大家就觉得摸不着头绪，不是要在印度制造吗？怎么这些人又通通回到中国去了？好，那当然呢，这个公司方面是说，没有，他们本来就是来帮忙设厂，然后就会回去的嘛，但是呢，大家就是还是不相信，总觉得说你一定是印度出什么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些 iPhone 很可能还是要放在中国生产才行。那印度的厂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你看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在嘛，那不止这样呢，你要看到说。现在呢，这个美国想尽办法要卡这个中国，不仅呢是要扶植印度，甚至呢是要这个斩断中国任何一个洗产地的一个国家。像越南呢就收到了这种分层课税越南出口我课你20%，但是如果你是转运出口，如果你敢洗产地的话，我要课你40%的关税。所以呢，未来接下来很多的一些国家可能都会面对到这样分层课税，要来卡住中国洗产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好，那当然了，不晓得到底接下来呢，这个川普他的对等关税会给各国什么样不一样的关税账单，就让我们继续看。但是呢，这次的一个金砖国家的组织呢，看得出来有印度就没有中国那未来还会是这样吗？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喽。好，这是今天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